再为难我们了，好不好？求求你们！你儿阻挡在外面还没有回来，我每天都是流泪。政府高抬贵手，政府高抬贵手，让我家人返台，让我家人返台。也就是说，目前陆配子女如果不具有我国国籍，仍滞留在中港澳地区者，不同意入境。我觉得这样啦，就是也不想要提旧事，但是3+11的决策会议记录到现在没有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民众对于指挥中心没有信心一个很大的问题。校正回归是不是有这个盖牌的疑虑？是不是全世界台湾首创的名词？我们就不直接讲说就是新增700，是担心大家会因为挑这个数字而吓到吗？是不是因为6日没有股市，不想要影响股市，才一口气在礼拜6的时候公布？都陆续解封，我们怎么跟得上？如何跟得上？现在的情况应该是说，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呢？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呢？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呢？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大家好。这里是庶民锦鲤，我是余弟，韩国瑜的余，兄弟姐妹的弟。前面我们已经回顾了这2年多以来，陈时中作为台湾的防疫指挥官的种种荒腔走板的防疫作为和言行啊，这些言行啊，不仅证明了陈时中的无能，也充分证明他的无德啊。但是呢，在部分台湾人的眼里，却依然对这些东西会无感，依然会认为陈时中是一位好的防疫官员。现在民进党居然还提名这样一位无德无能的人来参选台北市长，这又是为什么？民进党难道就不想拿下台北市长这个在台湾最有分量的直辖市长的宝座吗？这些在余弟我看来都是因为在还有很多的台湾人看来，陈时中在防疫的第1年，也就是2020年的整个防疫成绩做得太亮眼了。当然这与陈时中自己的表演以及绿媒的涂脂抹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像保平星号邮轮当时靠岸基隆港的时候，陈时中居然是要亲自登船去喊话在防疫记者会上，陈时中又表演哭哭，是吧？让部分的台湾人也会为之感动。在当时的蓝媒TVBS 做的民调当中陈时中的认可度居然是达到了90%以上。蔡英文的个人支持度也因为陈时中的表现而上升。这一切的表演与涂脂抹粉都需要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也就是台湾的防疫成绩。在当时全球各国疫情相继爆发的情况下台湾疫情相对稳定，的确让很多台湾人以为台湾的防疫全球领先，这才是陈时中能够获得这么多人认可的最大基础，
也成了陈时中从政以来他个人最大的光环和荣誉。而这一点也就是民进党敢于派陈时中参选今年台北市长的最大原因啊！只要有防疫第一年的90%的支持度，在很多的绿营看来，无论近2年陈时中的防疫如何的荒腔走板，现在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而事实上，陈时中在近2年的防疫表现，已经让很多原本认可支持陈时中的台湾人逐步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啊。换个角度来说，他也就只剩下防疫第一年啊，全球领先啊这一个光环了啊。我们今天就来用客观的事实和科学数据，把陈时中这唯一的光环给他砸碎，让全体的台湾人啊，无论蓝的绿的啊，特别是理性的绿营支持者们看清楚，陈时中在防疫的第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时候，他的防疫成绩真的是全球领先吗？啊，真的就像绿媒吹嘘的那么好吗？我们说，对于防疫成绩的比较，因为这个地球上各个国家地区的人口分布不均，是吧？全世界都是采用人均的数据来进行衡量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情况。今天呢，我们也不去拿欧美啊，或者说地球上哪个防疫的优等生来和台湾做比较，我们就拿当时啊全台湾人都认为的防疫最差生啊，也就是中国大陆来跟台湾的防疫数据做比较。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防疫的第一年，大陆的湖北武汉作为新冠病毒的首发地，的确在当地很多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也的确死了几千人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是湖北省还是武汉市，那都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的一个区域而已啊。大陆除了湖北，还有非常广大的区域。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相关法律，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各个省啊，都属于地位相当的区域。我们就拿2020年台湾与中国大陆各省的疫情数据做一下比较，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谁好谁坏。当然这里台湾作为一个岛屿，相对大陆众多地区而言，在防疫上是具备了更多的先天优势的，也就是外来人口输入只有机场和港口，外防疫情的输入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而大陆各省在疫情期间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风控措施，但人员流动相对台湾来说是更容易的。好，我们就先看看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的2020年的疫情数据。我们这个数据就是2020年的全年也就是截止到2020年的12月30号台湾与福建或者大陆其他省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比较我们先来看台湾截止2020年的12月31号台湾总的确诊数是797例死亡是7例。中国大陆的福建省也就是和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它的确诊数是512人死亡是1例但是我们两岸的总的人口数据我们都要看一下。台湾是2357万，
大陆的福建是4187万，所以我们最后得出2个数据，一个就是每100万人的确诊率是多少然后是每1000万人的死亡率是多少，也就是整体的数据。好，我们来看一下台湾每100万人他确诊是33.81人，福建呢是12.22人。然后我们再来看台湾它每1000万人它的死亡率是2.969人然后福建是0.2388人。所以说很明显的，无论是在绝对数上还是人均算下来福建在防疫数据上都是完胜台湾的，这个应该毋庸置疑。更何况福建它与当时的疫情中心湖北在疫情的早期它还是可以自由往来的，所以说福建防疫的数据应该是比台湾要好。好，我们再来就是看看同样与台湾也是一个海岛的省份，也就是大陆的海南省。海南省在2020年它的整个确诊数只有171人但是呢海南的死亡人数相对较高，有6人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每100万人的确诊率上台湾是33.81，然后呢海南是16.75，在这一项上海南省是比台湾做得好的。但是呢每1000万人的死亡率上海南因为它的人口基数只有1020.5万人所以说呢它的整个每1000万人平均下来它的死亡率是比台湾高的是达到5.879人所以说在这一项上就在每1000万人的死亡率上来说台湾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好，我们再来看就是台湾和浙江的比一下。我们看绝对数2020年当时浙江因为在外经商的人很多，所以那时候正逢年底疫情爆发的时候，很多从武汉回来的经商回来的浙江人都有染疫，所以说浙江在2020年整年它的这个确诊数上来说是比台湾要高的，达到了1306人但是呢浙江有这么高的一个确诊数，但是它的死亡人数只死了1个人台湾是7个。同时从另外我们再来看也就是浙江的人口是有6540万人比台湾高了很多。所以说我们这样从每100万人它的确诊率上来说浙江只有19.97人比台湾要低很多再来我们看这个死亡率每1000万人的死亡率上来说浙江只有0.1529，这一项数据也是比台湾要低很多。所以说台湾跟浙江来比除了这个确诊的绝对数比台湾高之外其他数据都是比台湾要表现要好很多的而且不是一点点。我们再来看江苏省2020年全年它的确诊数是684人这一项数据比台湾要低。然后呢死亡数江苏省没有死1个人台湾死了7个，这一点更是比台湾要表现的好。但是我们从人口上来看，江苏省的总人口达到了8505.4万人，而台湾呢是2357万，所以说这个人口数就高很多，基数就高很多了。所以说这样除下来之后每100万人的确诊率江苏只有8.041人然后呢每1000万人的死亡率本来他就1个都没死嘛，所以说这个就是0了这2项也是江苏省完胜
台湾啊，而且是绝对数上也是完胜台湾的。好，再来，我们看看安徽省啊，安徽省它也是和湖北是陆地上是交界的啊，所以安徽在2020年它的整个确诊数啊，绝对数是比台湾要高的，达到了993人啊。但是呢，安徽它的死亡绝对数只有6个人，比台湾还要低。而安徽它的总人口数是6113万啊，人口基数要高很多啊。所以在这样算下来啊，安徽的每100万人口的确诊率啊，只有16.24，然后呢，每1000万人的死亡率也只有0.9815啊，所以说这2个数据人均下来的数据也是比台湾要低很多的，即使它是紧挨着疫情的中心湖北省啊，但是它从人均上来说，它的疫情啊数据还是要比台湾要好的。好，我们再来看河南省啊，当时啊，好像是除了疫情除了湖北省之外，河南省是疫情是流入是最多的。河南省一年2020年总的啊，它的确诊数是12990，然后呢，它的死亡数是22人啊，这2个绝对数据都是比台湾要高很多啊，这点我们必须要看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的是，河南省的人口是9883万，快到1个亿了啊，而这个数据也几乎是台湾人口的4倍，所以我们人均算下来，河南省它的每100万人的它的确诊只有13.14啊，比台湾要低。然后呢，每1000万人的死亡率只有2.226，这个数据啊也是要比台湾低的。虽然它的绝对数高，但是河南省它的人口数也多啊，所以说它这样平均人均算下来，其实河南的数据还是比台湾要好。好了，我们就拿这几个省的2020年的疫情数据和台湾去做比较。说真的，台湾2020年的整个疫情这个情况啊，在大陆各省来比较的话，充其量也就是中段班的水平而已啊，更大的可能是末段班了。如果陈时中是大陆某一个省的卫健委主任的话，估计现在这个官位早已不保了。我想问一下，看过我们今天台湾与大陆各省的疫情数据比较之后啊，作为台湾人的你有何感受？你还会觉得陈时中在防疫第1年的成绩是全球领先吗？你还会觉得陈时中的防疫能力优秀吗？你现在再去想想陈时中的那一句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你觉得该用什么成语来形容他呢？我们今天就用这些客观的科学数据来跟大家报告这么多。如果你原先是支持陈时中的，如果你原先是因为陈时中的第1年的优异的防疫成绩支持陈时中的话，我希望你看完我们今天视频之后重新思考一下。如果你本来就不准备投票给陈时中的话那你也可以把这段视频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准备投票给陈时中的朋友，希望他们也能够理性的思考一下。好，拜拜。